前几天我的红米12T Pro 到了，先浅浅的给大家做了一期天玑对比高通，大家的反响都挺不错的，所以我们的深度体验它来了。这样一款12+512最低只要1686的天玑8200 Ultra 的机子，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体验呢？我是云飞，点上头皮注入经费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外观是它最不吸引大家的地方，但这次也有一个小小的改动，在原先11T Pro 的基础上加上了12 Turbo 的涡轮小圈。其他部分就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地方了。红外双扬 NFC 3.5毫米的耳机接口，这些或外形或旗舰的配置都有，这也是我喜欢红米的一个原因所在。在这些真正可以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地方，从来都是给足了。除了天玑这颗处理器，另一个卖点就是 LCD 的这块144的高刷了。这个我个人说句实话，我不是屏幕敏感用户，我看着这两种屏幕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。我看 OLED 和 LCD 都感觉没有什么差，但确实会有用户会对这个有明显的感知，就像我在拍摄这几款手机的屏幕一样，就和现在的情况一样，大家其实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。我们屏闪不敏感的用户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啊，如果是屏幕敏感的用户，他们看起来就可能是这样的。这是12 Turbo 的，那个是苹果13 mini。然后10 Pro 也开始了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只有12T Pro 是没有的，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11T Pro， 现在是换成了11T Pro 加啊，大家看啊，无论我这个快门怎么变化，它其实都没有变化。这只有这两个 LCD 的屏幕是没有变化的，这就是它这个护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点，他们就可以感知到，这些有屏闪，而使用 LCD 的没有屏闪。我觉得这点也是很值得为小米点赞，这我想也不必我产品达人来讲，网上已经很多了。性能方面，跑分上次大家看过的人也都知道，可以跑88万分，那么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？我从司机的角度出发，说句老实话，天玑这颗 U 在打王者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满足全开帧率的，但帧率的波动会比高通同级别的7200会大一些。而且现在到了夏天，如果室内的温度比较高的话，仍然堆叠起来，机内的温度起来了，帧率就会锁60帧。这个帧率是波动的非常的大，就是在正常的这种夏天的室温下，它是不太能稳得住的。这是我和我老婆在同一个室内打王者的一个情况，在同样室温下的这个12 Turbo， 它的帧率是可以稳在120帧的，而且是打了2-3把了。原神的帧率我也记录了，在高帧率模式下打了一段时间，帧率会下降，然后等温度下来，帧率又会有所回升。这个是在室温良好的室内，虽然没有开空调，但是也挺凉快的。这是原神的这个图像信息啊，然后这些都是中特效质量是低，然后帧率是开到60，有的时候偶尔会卡一下。所以如果你是想买来打游戏的话，轻度游戏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如果你要长时间打游戏的话，建议加个200上12 Turbo， 那个会更适合打游戏一些。偶尔打久一点的话，就使用空调降降温。那么如果是日常使用呢，只需要日常用一些 APP， 然后扫码拍照呢，它怎么样呢？别急，我一会儿来给大家详细的测试，并且还会和12 Turbo 来做一个对比。如果你想要购买红米12T Pro， 建议可以去拼多多的百亿补贴看看，12+512只需要1686，比官网便宜了313元。现在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，点进图片或者直接点击评论区置顶的链接，就能直达活动会场，每个人都可以领到大额优惠券包，拼多多百亿补贴618狂欢。狂撒100亿优惠券，直接降价，低过全网618。除了红米12T Pro， 还有很多商品都比其他平台要便宜很多。小米13 Ultra 12+56也只要5999，还送小米手环8。新款的 iPhone 14系列有直降上千元的专属补贴，14128只要4849，性价比拉满。价格低是因为百亿补贴的商品都是市场成本再减去官方的补贴，所以会便宜很多，而且都有品质险和假一赔十的保障。有想要换设备的，真的可以去百亿补贴看看。比价只要不到1分钟，但是同样的商品可以再省好几百。聊完外观和游戏性能，其实我们在意的就是日常的使用了。大家在
上一个视频里面说，日常使用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，比如说动画打断，比如说日常看视频，有很多小伙伴反馈看视频会发热，联发科解码不行。我在这几天使用 B 站看视频也倒还好，暂时没有遇到。然后我还特意下了视频，看完了少年白马，用了6个小时，刚好看完，电量也从70%-80%到个位数，我觉得还行。我个人使用这个几天暂时没有遇到问题，视频工具箱功能比起高通版本的 12T Pro 的话，就少了一个音效增强，其他的既然高通都没有，天玑自然也是无的。日常 APP 的使用效果我也简单给大家看一下，以某宝为例，流畅购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我这个是最低配8+128，说句实话，安装2个游戏就满了。大家如果要长时间使用的话，肯定要上高配。我在这里给大家测试一下应用留存的情况，清空所有后台，我们开始。差别不是很大，所以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后台可以留存多少个应用吧。哔哩哔哩，抖音，然后这几个看一下，现在是7个应用都留存下来了。然后开始有一点卡了，已经。我觉得这样已经挺不错了。杀了一个。淘宝也杀了。差不多就这个水平吧。而另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拍照了，拍照到底怎么样呢？上次我比较详细的测试了红米12 Turbo 的拍照情况。其实加上胶片水印、胶片滤镜，在很多时候它的照片观感其实还 OK。那么天玑的12T Pro 怎么样呢？我分别给大家拍摄了夜晚室内的照片，然后白天室外的照片，还简单对比了一下视频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它们的表现怎么样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点啊，它们俩的这个硬件是差不多的。看了这些照片，大家应该能够发现天玑和高通的一个区别，它其实主要是区别在色调上面，然后还有一个色温，清晰度方面其实物理差距没有那么的大，基本上没有差距，因为毕竟使用的是一样的这个模组嘛，主要是一个调教上。实际的对比下来，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点，就是照片素质其实二者差别不是那么大，主要表现在对焦和白平衡上面。12T Pro 的白平衡明显和12 Turbo 的有着比较大的差别，在相机硬件相差无几的情况下，这点确实高通调教的比较好，而天玑仍然需要努力。不过这个价位在意拍照的谷歌相机学起来，我出了很多谷歌相机的教程，如何安装，如何加载配置，如何加载库。然后在实际的拍摄中如何使用，你都可以用起来。我测试了以目前最新谷歌相机加通用配置就可以使用。现在先不要去配置库，现在加载库拍摄出来还是一片漆黑，暂时是不能用的。但配置和谷歌相机是可以用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提升有多大吧。我们可以看到谷歌相机在色调上是完爆原相机的，只不过我这个堆叠调的不是很大，然后它这个细节上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，这个效果是真的不敢想象是一个终端旗舰拍出来的。谷歌相机就是终端机的拍摄福音，简直是太香了。这个仅供摄影爱好者捣鼓啊，不怎么拍照的就使用原相机就行了，没有必要折腾。原相机有丰富的胶片滤镜，也足够大家使用了。合适的景，然后你再搭配一下，真的是可以拍摄出很多好看的照片。这个建议去看看我之前的这些视频，里面比较详细的说明了如何使用红米拍摄出还可以的照片。其次就是视频，同样的天玑也确实有一些不如高通的地方，我直接给大家上视频。然后在视频的规格上，它们都是一致的，都是4K 30帧最高，但是吧。就是在色温上面它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，至少我在这个屏幕上看，它这个色温会不一样。然后这个
这是哪个？啊，这个它的对焦不是很准，你看嘛，注意看米粉的牌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其他，就有点不太清晰的感觉，所以说，然后两个我都是用架子拍摄的，然后所以稳定程度的话应该是一样的。好，它现在准了，拿远一点。发哥，其实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自己是否需要这款手机了。在我看来，它是一款性能 OK、超级护眼的终端机，它还可以支持你轻度游戏，也有着不错的拍照性能。虽然对比同时期的12 Turbo 会有色温上的差距，视频的对焦也有差距，但照片你可以使用谷歌相机啊。我做了那么多谷歌相机的视频，你不得用起来？视频那我就没办法了。不过说句实话，这个价位的视频能拍就行了，应该也不太会有人使用这个价位的手机拍摄什么视频内容，它只是一个基础的工具，而不是创作者工具。总体来说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，毕竟在拼多多它很便宜，这个价位有高刷，然后各方面硬件还如此之全，还是 LCD， 我想这应该是一部分人的福音。如果你嫌弃它的性能，那么你多加个200-300就可以上12 Turbo， 那个可以补齐它的一些短板。然后在我昨天的视频投票里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大家对联发科、对于高通的它一个看法，大部分人在意的其实是它的价格。在价格这一块，天玑是真的比高通香很多。同样的性能的话，它可以给到的价格会比它便宜个200-300块钱，这就是我觉得它存在的一个意义。同样的话，如果天玑它补全了我们视频里面说的这些短板的话，它其实我感觉它就可以卖爆了。希望你可以在我的这些视频里面收获到那么一点东西，可以帮助到你购买红米12T Pro。记得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，或者直接点击评论区的链接，买不买都可以先把该领的优惠券领到手，反正不会亏。我会一直更新这个系列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或者直接订阅这个系列。我是云飞，点亮投币3连，这都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。要知道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